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兆和。昨天台湾有一场非常神秘的会面，这是日本的软体银行的创办人孙正义来到台湾，找了行政院的副院长郑丽君。孙正义已经整整6年到5年的时间没有来过台湾，那他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台湾呢？我们都知道，今年孙正义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投资，5000亿的美国投资的星际之门计划。正如同黄仁勋所讲的，要配合所谓实体化 AI， 一般的晶片已经不够用了，你必须要半客制或者是客制的晶片，而全球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做，那个地方就叫做台湾。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今天晶片设计类的股票其实是一个大涨的一个趋势，而孙正义来到台湾，他是在正告全世界一件事情：得台湾者得天下。当台湾今天成为了 King Maker， 你来晚一步，你要晶片或许就拿不到了。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大家好。好，稍后还有股市分析师封开平会加入我们讨论。世聪，我们先来看哦，今天让我非常惊讶的是什么？除了我们的 Computex 武力展示，对，今天有个非常神秘的人来，这个叫做孙正义。而且孙正义在昨天来的时候，大家想说这消息是真的还是假的？府方哦，甚至所谓的院方哦，一开始都没有去证实这件事情，到晚上才证实这件事情。而孙正义，我刚刚讲了，回违6年来到台湾，我们过去知道他是一个去过未来的男人，对，他又看到了什么未来？他看到了台湾什么未来？难道台湾真的成为一个 King Maker？ 而且孙正义要掌握这个 King Maker？ 对，没错。事实上，如果我们把昨天的黄仁勋的这个演讲看成是说，他对未来 AI 革命的总动员令发动之后呢，昨天晚上的时候，孙正义就来到台湾，而且见了我们台湾的行政院副院长这个郑丽君。好，那为什么他来台湾非常重要？第一个，刚才赵娥讲，睽违6年之后，他再度来到台湾。他上次来台湾的时候是跟鸿海发表这个机器人，那后来就6年没有来。那这6年之后再度来到台湾，你就知道说，因为台湾现在在整个 AI 领域来说，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你呢要在 AI 领域能够游泳或者能够获胜，一定要台湾的帮助。为什么这样说？好，我们现在讲为什么孙正义这么重要。第一个，刚才赵娥说他是看到未来的人，他的确是这样。第二个，他早年最早1桶金呢是赚阿里巴巴。为什么没有人看到阿里巴巴的商机的时候，他那时候几千万入股，几千万美金入股阿里巴巴，赚到好几百亿。那第二个故事是什么呢？他最后呢，在2017年的时候，你知道他那时候买一家公司叫做辉达。2017年他就觉得说，哦，这个辉达公司可以买哦。他最后买了辉达5%的股份。但是他2019年，当时因为这个孙正义本身的就他的软体银行财务不佳，他被迫卖掉他辉达的股份。当时他已经赚了40亿美金哦。结果他说，这是他最痛苦的一个决定。你知道，如果他放到今天来说的话，辉达的5%的股份，他会入账2000亿美金。2000亿，对，所以呢，他就很远，他就看得很远嘛。所以你看，他每一次投资都是对的，好。所以他现在来到台湾，你就知道这个为什么意义不凡，就在这个地方。再来就是说，你看孙正义今年来说，我们看到他上一次出现在什么位置？白宫嘛。对。当时不是说，川普总统就说，孙正义要投资5000亿吗？5000亿美金来说话，里面包括说像跟星际之门，然后有所谓中东的资金，还有他自己的愿景资金，还有包括说甲骨文等等一大堆加入 OpenAI 加入之后，投资5000亿，5000亿要投资哪里？美国。好，那我问你。如果他真的要投资这5000亿的 AI 的东西的时候，请问他要跟谁拿这些晶片、拿这些设备？当然是台湾啊。对啊，所以他为什么来台湾就是这样。再来说他自己本身有个叫愿景基金，他愿景基金他说我未来要投资 AI， 他说他愿景基金目前为止有1500亿要投资 AI。那请问投资 AI 的时候，你要闻气味的时候，你要到哪里来看？来台湾看呢？所以他为什么来台湾讲这样？就重点就是这边。而且我跟他讲。因为目前为止来说，黄仁勋昨天讲说，这个最重要 AI 产业要半客制化的所谓基础建设，所以你要拿到晶片。没有晶片，没有这些周边的设备的时候，你根本不可能拿到天下。所以为什么这个孙正义来到台湾，重点就是在于说，他要掌握台湾未来的商机，还有掌握未来台湾所有能够帮助他的任何资源。而且我们还有谈到什么 AI 的这个所谓的实体化。AI 实体化，我们看到，如果每一个机器人过来说哈，什么叫实体化？每一个机器人它不单单只有自己的晶片哦。是。如果是大家都用一样晶片，那机器人倒了。对。一定是每一个厂商有自己的一个机器人，而且机器人。我们现在不管是台积电或我们台湾的供应链，会帮你准备一个你专属于你的晶片，这个叫什么？这叫做客制化。未来在打实体化战争的时候，
就是这个所谓的客制晶好片。，我跟他讲，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台湾呢，在整个这个 AI 产业链到底多重要？第一个，现在黄仁勋的这个所谓的辉达，他做的叫做 GPU 啊，GPU 还有这个所谓 GB 系列或者 H 系列的，他们叫做这个所谓的 AI 的这个相关的处理器哈。但是这个东西要什么？这个东西叫标准产品。什么叫标准产品？就是我买进来之后呢，反正功能是一模一样的。我如果这个把它叠加更多的话，就是算力。我一张晶片能够算多少，大家都知道。好，那这是在做什么呢？这是用来训练大模型，对要训练这个所谓训练这个公司里面要怎么处理。譬如说 ChatGPT 要怎么处理，譬如说这个未来的这个自驾车的这个中心电脑要怎么处理，这是在公司的那一边。但是还有另外一块是什么？就赵和讲到了。这是所谓中心化，就是标准化的产品。另外就是，未来这个昨天黄仁勋有讲到一点，就是未来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机器人，然后每一个人呢可能都会有一个自驾车，每一个人都会有非常多的这个 AI 的东西，然后 AI 工厂也会有自己的 AI 工厂，所以个性化的东西就要出现，是专属你的。对，专属你。那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我们跟他讲，一个 GPU 呢，它的运算能力太过强大。它要强大到什么程度？我们不是说吗？他昨天讲到，它 GB Link 可能连接起来的话，算力就相当于整个网络的算力。我们机器人不需要那么大的算力，对，机器人只需要可能它的1/10或是1/20。那这时候要怎么用呢？这时候就是所谓的 ASIC 就会出来，就是客制化。我不需要用到那么大的算力的时候，我就可以用好。但是我又需要跟辉达的晶片做结合，譬如说我在未来的机器人，我只要一个辉达的 CPU 在里面运算，但是我有其他的功能嘛？对，其他功能组合在一起，这就是说 ASIC 加上它的这个 GPU 组合起来，就变成是未来机器人。NVIDIA 的技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未来呢，可以用辉达的 GPU 呢，加上其他的晶片结合起来，你可以做任何的产品。所以这是他想象中的。所以你看他昨天宣布什么？我们准备跟台积电跟联发科合作，跟世芯 KY 合作，这个所谓 ASIC 的部分。然后你看，马上这2只股票今天就出现一个上涨。今天是所有设计晶片的通通都涨，因为世芯怎么样？涨停板了，亮灯涨停了这样。所以说，市场目前为止来说，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商机，就是除了标准化的 GPU 之外 ，ASIC 未来的商机也会出现，这就是未来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就想。我们除了这个目前为止来说，除了这个所谓孙正义来到台湾之外，你看今天很多大咖都出来了。你看今天的黄仁勋的去站台，我们国内的鸿海啦，还有站台联发科，但是还有很多国际大厂的老板都来到这边。像昨天的时候，他第一个见的是谁？梁建厚嘛。对。那梁建厚就是美超微，美超微老板来说话，你看美超微这一次不是在美国，在中东也吞了200亿的这个巨单吗？然后他包括说 AI 基础建设，还有办客制化的时候，美超微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他是美国公司，但是是台湾人嘛，嘉义小孩。但是还有另外2个人，大家注意，一个是 Intel 的新执行长陈立武，他也来到台湾。然后他也赞美台湾，他说什么？台湾的汇集全世界最强大的武器，然后他要端出3个战略武器，就是未来他要攻 AI 系列，包括说他有一个高地的这个3的这加速器啦，然后包括说 AI 框架相关的产品啦，还有 AI 相关的这个 GPU 啦，所以呢他也要拼 AI。那我就跟他讲，问题是目前为止来说，他没有台湾厂商跟他合作，根本不可能嘛。你不是说我做出 GPU 啊，你要做出这个整个机柜啊，你要谁合作？台湾厂商愿意跟你合作，所以他来这边也是要拉帮结派，就是说，有没有人要用我的产品？好，另外一个高通也是一样。高通昨天的这个 NVLink 里面来说啊，就有一个合作伙伴就是高通，就高通未来会愿意为这个所谓的这个黄仁勋的 GPU 加上我高通的产品组成 ASIC， 它也会合作。你看它加入 NVLink 的 Fusion 的这个生态系，提供差异化的晶片。所以事实上，他们每一个人都要来台湾，因为为什么？你只要取得台湾这个跟他合作之后，你就取得未来所有 AI 游戏的入场券。所以这样子听起来，台湾真的就是一个 king maker。所以为什么那些老板，为什么孙正义会来台湾？因为没有了台湾的确就不行。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叫做伊隆马斯克。为什么伊隆马斯克？你看哦，过去伊隆马斯克怎么说？你看他2022年的时候10月，他说什么？他说：“哎呀，这个台湾是中国的夏威夷，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哦，那时候这样讲。那讲这样说，我们当时的这个驻美代表，现在的副总统还说什么？台湾卖很多产品啊，自由民主是非卖品啊。你看，直接跟伊隆马斯克杠上了。对。但当时呢，伊隆马斯克对台湾的态度是这样啊。对，那之后我们就骂过伊隆马斯克啊，就说你忘恩负义。为什么？因为伊隆马斯克的特斯拉最早供应链在台湾嘛。对。在台湾林口，那结果没想后来，因为中国拉拢他到上海去设厂之后，就开始说台湾的这个坏话，然后说中国好话。以前对台湾是有点瞧不起哦，然后这样的态度，你看最近说什么？
他在今年的时候，他就说，伊隆马斯克就说，在台湾呢，似乎是有可能会有非常大量的这个人才。等一下，我有没有听错啊？对，前面2022年的时候还讲成这个样子哦。当你知道台湾越来越重要的时候，当你知道你所有的东西，你要发展所有东西都跟我们台湾是有关的时候，你开始给我大转弯。对，他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主要原因是因为有一个美国的专家说了，放走了这个台积电，然后让张忠谋到台湾设厂，这个是非常大的错误。然后这个就没想到伊隆马斯克说没有错，台湾酝酿大量的科技人才是主要原因，至少就我的理解来看，你看他反而是赞美台湾好。那我讲为什么伊隆马斯克态度会大转变？照我跟你讲，现在伊隆马斯克他已经没有在讲特斯拉电动车，因为他知道电动车卖出比亚迪啊，卖出一大堆厂商，我不玩电动车。你看他现在都要讲什么？讲 AI。我有一个 XAI 啊，我有一个 XAI 的这个算是大语言模型啊。然后另外一个我还有一个 Grok 的这个机器人啊，对，我有奥特曼斯啊，对不对？而且我还有这个自驾车，这些都要用到什么？这些都要用到 AI 晶片嘛。所以呢，他现在呢也知道说，好像没有中国是不太，没有台湾是不太行。所以这跟我们刚讲一样，那些东西都需要用到客制化的晶片。对，而且我跟你讲，这些东西来说，在中国能发展吗？机器人没有啊，不可能嘛！所以他觉得，他以前说台湾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时候，他现在完全转变，因为我们刚才讲到 GPU、ASIC 都要台积电做，所以台积电的订单一定很多哈。很多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说，事实上台积电现在工厂不断的在扩充嘛。除了在美国扩充之外，那现在在台湾呢，除了原本的竹科啦、中科、南科之外，他前一阵子不到嘉义吗？对，嘉义有一个这个半导体园区嘛，就做先进封装了嘛。然后在这个苗栗也有这个先进封装的这个厂嘛。那部分的厂有一点点在这个桃园嘛，现在最新要到哪里去？到屏东去了。你看国科会携手屏东，然后在这个台积电成立所谓半导体园区，也有了。所以你看屏东也有，所以等于是说现在怎样？整个台湾的这个西部走廊里面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从嘉义开始，你看台南园区，然后在高雄园区、鹿竹啦、桥头啦、楠梓啦，然后到这个所谓这个屏东科学园区，你看整串连在一起，所以毫无疑问嘛。台湾未来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所以得台湾者得天下，台湾也没在跟你开玩笑，今天也加了屏东进来了。对，好，那为什么在屏东？我跟他讲，因为未来呢，在这个楠梓这个地方，台积电会有5座以上的2奈米厂在这个地方。那2奈米重点就是 for未来的 AI 所需，所以等于是未来的重中之重就是在这个高雄这个楠梓这个地方。所以楠梓这个地方，所以为什么要在嘉义也要设一个先进封装？因为未来可以送到嘉义去封装。然后未来为什么要扩充桃园的屏东的园区？因为屏东距离楠梓也不远，所以呢，事实上现在整个台湾呢，因为整个 AI 的关系，真的蓬勃发展。台湾未来真的不折不扣是一个所谓的半导体或是 AI 的科技之岛。凯敏，我们刚刚有提到哦，现在台湾已经是要从 IT 岛变成所谓的 AI 岛。我们知道 AI 需要就是能源，需要是电力。你说能源跟电力这一块，我们台湾也都吃得到。当然啊，这个 AI 及算力及国力，但是 AI 的算力都需要依赖在什么地方？在电力。大家记不记得，从去年开始，马斯克跟这个所谓的黄仁勋他们就一直在强调 AI 电力的一个重要性。厂商，我们台湾自己没有办法盖太多的电厂嘛，对不对？我们台湾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就是等到你政府的供应的电力到我们这边来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赶快来设想说怎么做一个所谓的一个稳定的动作、节能的动作，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开源，我们可以做到节流。对，节流就是说我们在电力的供给上面，我们来做有效的运用。譬如说，在这个电源管理这一块，你看这一次的这个 Computex 里面，连续2、3届，对这个地方，大家觉得有2档股票非常大牛的，就是一个是光宝科，一个是台达电。台达电几乎是电力的百货公司啊，也就是说，从这个所谓的一个台达电，就是说从这个所谓的一个电网的一个所谓的电网的一个稳定性啊，再加上什么？就是说，你从大的整个工厂上面的一个电源管理，小到什么？我们说节能，就是说，譬如说像这个伺服器等等散热。我们为什么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在关键我们就一直跟大家讲说，新的技术叫做液冷，对不对？液冷散热才能够解决到现在动不动就是1000瓦以上的这个热能的问题嘛。但是重点来了，你怎么知道哪一天不是什么小松鼠要咬到？你怎么知道哪一天不是什么东西要跳电？所以说这个东西，你知道台积电万一跳电1秒钟。它可能线上50亿的晶圆可能就报销了，通通停摆了。对，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做到一件事情，叫做 UPS 不断电。然后最近这1年多以来，这个伺服器的厂商流行一个名字，在台北股市里面流行叫做 BBU， 叫做电池备源这个管理电池备源系统。这在的一切就是要防止一件事情。那个跳电的瞬间的时候，不能够停电，就是感觉到电压有稍微这个几微米的稍微不稳定的时候。
这个所谓的 UPS 就要赶快接手，接手它就是要保持你在30秒之内，让你能够稳定，然后让你的这个所谓的不断电赶快接手上来。它必须30秒内就要搞定。不断就是在这个，就是它要撑至少30秒，让你不断电赶快接手。那不断电，我举个例子，然后譬如说这个。赵你在那个，如果说你今天笔电没有插上这个电源的时候，你可能电用光了，你哪一天就突然间资料就不见了，对。对。可是你如果说你插上你的这个下面就像方块形的边，你插在这个电源上面，如果哪一天突然间停电了，你的笔电还是可以运作。那小的话伺服器就是所谓的 BBU， 大的话就是不断电，叫做 UPS， 不是那个快递的 UPS， 这个不断电叫 UPS。然后再来呢 ，UPS 发挥作用之后，再来就是储能。就再就是整个的一个，譬如说你如果这样台积电，它自己本身有小型的这个柴油发电，或是像这种半导体工厂都有这种所谓的一个发电的能力，然后就是来接上去目的是什么？等待台电恢复电力。我赫然发现这一次，其实在背板名单里面有2档股票非常的特殊，你知道怎么个特殊法呢？那就是说，在这个所谓的不断电这个 BBU 这个 UPS 上面，竟然有2家被列进去了而且是。这个地方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台积电它有一个它的储能设备厂是它的前员工出去的，叫做储盈，那英文名字叫做True-in，对，叫做储盈，它是没有挂牌的。它有2个大股东，这一次竟然都被列为黄仁勋背板名单，而且是新同学。一档就是跟 GB200、GB300 有关的大家有没有看到昨天黄仁勋说，哇，那个伺服器后面有好多的线，对不对？对。那 GB200、GB300 做线的这个领导者，4月营收还创新高，叫做嘉必奇。那嘉必奇呢，就是台积电这个御用的这个储能设备的大股东之一。可是非常有趣，有另外一家公司啊，也被列进去了。这家公司小而美，叫做3015的全汉，它有点像小台达电的味道那全汉这家公司呢，它本身是嘉必奇的大股东，它拥有1万张的嘉必奇，它本身又是直接的台积电储能厂的储盈的这个大股东，而且。赵你可能有所不知，我们台北股市的这个我们说千金股王对，大部分都是什么半导体啊，或者是所谓的一个这个什么矽智财啊，都是这种半导体。可是有一家公司叫做旭准，它是接近2000块的股票它跟川湖很特殊，川湖就是做滑轨的，然后旭准是做这个不断电的。那这家旭准它的原始股东是谁？也是这一次新进榜的这个同学，这个全汉。所以说跟台积电一样，台积电线上的这个 UPS 跟这个伺服器的这个 BBU， 这一次有2家这个像嘉必奇跟全汉，他们都是台积电储盈的大股东。所以这样看起来，黄仁勋讲的这个 AI 的伺服器基础建设里面，所谓的半客制甚至晶片的客制。就如同你刚刚讲，背板里面的这一些都是支撑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你今天如果不断电，你才能做出那些东西。我觉得，在整个我们台湾的供应链来讲的话，其实搭配着黄仁勋，就像所说的这个再搭配到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实体 AI 的部分来讲的话，我觉得整个的一个生态圈已经完整的建立起来。会长，我们刚刚有提到孙正义来到台湾去找了郑丽君，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讯号。而且我刚刚讲，睽违6年。他为的是什么？当然就是看中了台湾成为 King Maker。你今天要拿到台湾，你才会成为 King Maker。他过去被人家称为叫什么？叫做你去过未来的男人。比方说你的投资眼光非常的准，投资眼光非常的远。他今天来到台湾，真的是一个讯号吗？是大家叫他先知而且是去过未来先知。为什么？主要原因就是说，过去呢，他在几个关键的时刻，对于未来的一个产业趋势把握在，而且他自己本身的愿景1号、愿景2号，都真的是在这个投资过程当中获得了非常大的获利。包括大家都整理2005年那时候呢，就是包括 iPad 他们在研发的过程当中，竟然他就直接跟他说，你这个东西你只要能加上通话，你只要有这个上网的功能我跟你讲，你第一个一定要在让我日本卖。那个贾博士就说，你公司你是软体银行你有没有电信不然你是不是先去弄个电信公司？他后来回去到那个日本之后，真的就是开始去并购那个相关的电信公司，马上就弄了一个电信公司。对，所以呢，他就是后来真的就是 iPhone 就让他卖，让他卖之后呢，他们就成功的扳倒日本那个整个电信的龙头Docomo。所以你就知道光是一个 iPhone， 那时候根本 iPhone 还在研发而已，他就告诉贾博士说，你这个东西只要能通话的话，我跟你讲，一定要让我卖。所以是不是在 iPhone 起飞的时候，他真的就是敲中了？第二个是谁？阿里巴巴。我们都知道2014年的时候，阿里巴巴那时候才准备就开始要上市嘛。然后呢，他就是马上刚刚那个世聪哥有提到，他就是投资阿里巴巴，看好它。所以那时候阿里巴巴在上市成功之后，整个股价飞天的时候，你知道吗？软银的股价在最高峰的时候，因为随着阿里巴巴马云这匹马也正飞上了
云端哎，他那时候他的整个软银集团的它的市值净利来到5.8兆的一个那个日元加西郎，然后它的股价竟然来到11695日元所以是非常惊人的。然后呢，现在当然就是随着马云跌下来之后，现在疲累啊，赶快跑了，而且我跟你讲他多惨，他在2021年的时候，软银他自己的一个亏损竟然来到了1.76兆日元，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就是因为阿里巴巴，然后他的愿景基金来到了2.6兆的一个日元，所以你就知道，真的，人家就是说孙正义是随着马云起，但是也随着马云跌。不过我跟你讲，这个人真的是豪赌性格，没关系，这匹马没造，我再换另外一匹马，他就直接怎样，你知道吗？他就直接又看上 AI。在2019年的时候呢，就是他直接就说：“我告诉你，我要成立一个 AI 军团啊！而且我跟你讲他真的很可怕。而且他那时候还讲一句讲一个什么？他说：我跟你讲我真的很兴奋到了2030年、2040年左右，我跟你讲，未来的所有的一切会真的是 AI 世代来临，那个真是我真的兴奋到我头发都要再长出来了。就是这一句话。对。后来我跟你讲，他因为那个尤其像是那个滴滴，本来股价有18块美元左右的，他竟然后来掉到只剩1/10，1块多，所以他那时候真的很惨。但是当他减持中国之后，他加码哪里？加码美国。对，尤其川普今年回归之后，就有一个叫 Stargate， 一个就是这个星际之门。对。他马上你看站在旁边那个海警1号换那个川普站在旁边，代表你知道这么近的距离，你知道多贵？5000亿美元他就说我要投资5000亿美元在这里，所以他才可以这么近。那他这个我跟你讲，他不是开玩笑而已，他真的，他后来过去这几年完全就加码在 AI， 你知道他加码多可怕吗？英国的这个 ARM 这家公司光是软银竟然持股高达90%，可以说是把它整个吃下来。还有 OpenAI 在第一轮的一个募资里面400亿美金，光是软银就出资了300亿美元。而且他们刚刚提到这几家都是所谓的一个旗舰公司，他现在除了旗舰公司之外，他连他们下面的公司，你看他连他们下面的公司，我跟你讲这很可怕像那个 DataBrick， 它其实这个 DataBrick 是在做所谓的一个软体方面的，然后 Day One 是什么 ？Day One 其实基础设施，所以他现在已经从 OpenAI、ARM 这些一路的往下做，连你这个设施的部分都做。还有我跟你讲最厉害的是什么？就是那个什么 Helen 跟那个 Cleanra， 你知道这个 Helen 是做什么的？它其实是小型核反应堆啊。换句话说，他已经知道在未来 AI 这个高运算的情况之下，耗能问题是非常严重，连电力发展、电力投资它都跨进去了。再来，就刚刚提到的这个电子量子运算这个部分，所以换句话说，孙正义是方方面面去投资、去布局未来的 AI 世代来临。所以孙正义为什么要来台湾？是投这么多公司，他的布局这么广。你先没有台湾，你就不行了。我跟你讲，大家忽略了一件事情，今天赖总统他的发言里面完全没有提到两岸关系，大家就很讶异，完全没有提到什么抗中保台，没有提到主权这件事情，大家已经非常讶异。可是他提到另外一件事情，大家更讶异，他说要成立主权基金啊。哇塞，这个中华民国我们有国发基金，可是从来没有一个所立成主权基金，因为它成立主权基金有很多的问题嘛，比如说包括你中华民国到底是不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就有一些政治上的问题。但他这个宣誓之后，他马上跟孙正义来，而且他说我们这个是由政府主导，协同民间的力量，要来全面布局全世界，连接 AI 世代的主要市场。那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要投资 AI 嘛。那谁目前为止刚刚提到投资最多 AI？孙正义。所以今天郑丽君去跟这个孙正义昨天的这个会晤，是不是代表着台湾未来的主权基金的这一个会不会有孙正义当一个 consultant 的角色，或者是说跟他有没有某一种的合作或者是联合的一个关系，其实备受关注。宇轩，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孙正义，为什么要提他？因为刚讲他在各个投资里面方方面面，而且都有赚到钱，唯一一个没有赚到钱的地方是什么？还亏得很惨是什么？就是中国。为什么是中国？你看到这是中国650年的城楼，很美哦。这个所谓的城楼，它才刚修好，没想到下一秒钟，砰的一声就垮掉了。马兆尔，我们大家现在都
锱铢必较，要把钱丢在刀口上。为什么投资 AI 嘛？就中国呢都浪费钱投资在这些烂尾楼身上。但你如果说修得好，成为一个名胜古迹啊，可以吸引人潮来就算了，偏偏不是。来，你刚才看到了，就是我们讲的，它现在这个非常有名的叫做鼓楼景区。然后你看到，不对，宇轩。看起来很飘逸啊，感觉很像仙侠剧里面出现的场景，都有烟雾就知道不是，那不是烟雾，那是它的砖瓦一直从那一直掉，那是真的掉了。人家说古代有一句好诗啊，叫大珠小珠落玉盘啊，你是大瓷小瓷啊，砸头上，全部从上面由天而降，吓坏了，然后最后面干脆不演了，整个楼就崩掉。那我们想说不对啊，因为之前呢打一个广告说。凤阳一景区封闭提升改造还跟改造然后欢迎说庆祝1周年，这个楼层呢，我们已经为期5个月的工程了，我看给你50个月，整栋楼都被你拆掉了 ，OK， 所以我们是花费非常多的心思，希望有人来。那当时请问一下有没有观光客？有其实你看底下有观光客，底下一大堆人，而且当时。竟然还有人在下面拍拍，觉得不对，真的出大事了。对，还要我跟你讲因为它这个比较高，所以等于是你要拍这种风景照你就是要往前一点然后它才有办法拍到整个全景。所以其实上他是一边拍照的时候，本来想说我是要 po 一张静态的照片，结果照没想到 po 出来变现实动态，为什么？因为后面的楼一直在动，它应该静止了一直动，很奇怪，怎么会一直掉下来？然后说没办法，我想还好，那是因为他现场游客不多，对，如果人多，你看其实很少啦，几十个而已，这个城这么大一个，如果全部几百人挤在那边到时候砸下来真的就头破血流但事实上这个东西是一个古都，我们讲，然后后来呢，在1995年的这个地方呢，才特别重建过一次。事实上，它一直在维持它的修缮，因为毕竟是一个古迹嘛。结果没有想到，原本应该有的观光景点结果变成我们讲恐怖的危险设施。但其实我们讲更可怕在哪里？更可怕在中国内部，因为你看到他们浪费大把大把的钱去盖一些没有用的大桥啊，维修刚才古迹，对不对？但是他们自己人面子工程中国人要顾自己库里党里扁到不行。你看这是他们中共最近频频发出的，你看正式是什么意思代表说这是政令宣导，对，内部公文。中共中央、国务院、党政机关不得组织展开一般性出国考察、日常研调，什么意思？他说你现在作为公务员，你把所有我们台湾是冻结预算，对不对？他不是我们是砍预算，对不对？他说没有，你们敢给我出去玩试试看。不准考察，说严禁集中安排赴热门的国家，你不准去。对，就比如说你想要去 Americano， 你想要去日本，你想要去澳洲都不行，你只能去找非洲好兄弟。OK， 就全部都砍掉土地促进跟非洲好兄弟交流，那不是什么意思因为你知道为什么要写热门国家吗？因为很贵嘛，热门国家的旅费、差遣费都很贵嘛。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呢，党政机关背景会议不得摆花草，不能自收背景板。我想说，花草哪里对不起你中国人？花草怎么了吗？他说就是有些各位，他不是这种花团锦簇吗？花花草草。我之后我就看见我们习主席他出席的场合会不会有花草？对不对？那个领导干部不得租用宾馆、酒店作为办公用具。我想讲各位，我觉得这管太宽了。因为坦白讲这不一定是用我们讲的公家的钱，他可能用到私人钱。他的意思说，你有家就好好回家，你不要作为办公场所去什么宾馆酒店。其实我觉得这一句有另外额外的意思，你知道吗？他其实讲的搞不好不是说叫你不要在外面租房子，或者是不要那个，他是叫你说不要搞一些乱七扭八、这个讲搞七捻三的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叫做这个叫党政机关要带头过紧日子，我们特别标了出来里面讲的非常非常细。他说这个有效遏制了车轮上的腐败、舌尖上的浪费、会所里的歪风。我心里想，哇，太精彩了，每个都意有所指。对，你刚才照我念完了，我还以为是 Netflix 又出什么新的剧因为我记得《舌尖上的美食》好像是我们讲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我们讲的这种旅游节目嘛。舌尖上的浪费，我跟你讲那个节目可能现在在中国找不到了，马上还敢给我舌尖美食，不准吃马上每个人都要吃土 ，OK？ 然后会所有的歪风，所以你看他现在连说什么香烟喝酒都不行了。你中国应酬场合，你有没有看过？来对弄全部弄蓬蓬烟什么我们讲的那种白干那我们讲什么剑兰春我们讲茅台就一壶一壶送。你不叫中国人不喝酒，他们不会应酬的，你知道吗？所以你想想看，基本上你就什么都别干了。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道理很简单，你仔细看中国最近是不是一直在打击一些富人？比如说我们前阵聊到那个漂漂亮亮的小女生那个中国的影星对不对？好像叫黄洋还是什么的对不对？他为什么他就要去逮这种人？你看要切实树立践行正确的机关，
新修订的条例凸显出强调各级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必须树立正确的绩效，严禁靠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我想不是赵好，他说严禁形象工程。严禁形象工程，不就是对吗？啊，你们是喜欢拍现实动态吧？好不好？然后呢，再讲一大堆，反正就是说呢，你们不要给我乱搞，不要这边瞎搞这些政绩冲动症。好，那我们就等着看。事实上，这凸显出一个问题：如果中国连面子都得不顾了，你就知道他的里子里面绝对是亏空的。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